离是什么很羞耻的事情吗？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。第一个是憨憨包的对象，现任对象是谁？真的没有，你们看到的那个人是我的直男室友，他是摄影师。经常会给我拍视频，而且有对象了。而且最近我战友也来找我玩，也是直男。我已经单身半年多了，期间再也没有找过。大家这几天听了我的人生故事，大概也都知道，其实我的内心是敏感、自卑。我心底一直会觉得，如果有人了解过真正的我之后，还会真的喜欢我吗？而且我在亲密关系中是沉默的、内敛的、不主动的。所以别看我是一名 UP 主，但其实我的感情经历算是非常失败，大概都是半年左右就分手了。不过每一段的感情都让我经历了一番，现在我觉得只有把自己先照顾好之后，在照顾好自己的过程中，学会更好的去爱，我才能再去好好的爱别人。我也才会去考虑下一段感情。还有第二个问题是，憨憨包的前任是谁？我的前任总共有3任，其实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作为老粉的话，大概可能都看过他们的照片。第一个是内蒙的，第二个是吉林的，第三个是黑龙江的，都是北方人。我也不知道为啥和北方人这么有缘分，可能他们的性格真的很不错。之后详细的故事我会更新在后续的人生故事中，算是一个复盘总结吧，也给大家总结一些恋爱的经验。第3个问题竟然是憨憨包做的是什么手术？我做的不是痔疮手术，我做的是肛中脓肿，挂线加引流。也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做零做多了才会得这个病，是因为那一段时间过年吃坏了，肠胃不行，再加上那个时候熬夜加久坐，导致屁股后面长了一个非常大的包，我觉得比痔疮痛多了。做完指检和急诊的彩超，好痛呀！我以为做指检的时候已经够羞耻了，没想到做肛周的彩超是更羞耻的。你是双跪在床上，自己要主动扒开，还要在你的后面抹透明的液体，再用机器套上一个手套去检测，简直了！而且扒开的时候贼痛，痔疮根本就没有那么痛，真的要痛死了，也蛮羞耻的。虽然是有肛周的囊肿，待会儿要给医生看，医生大概就是说要做手术切除挖掉。但我看那个墙上的图片真的吓到我了，太血腥了，那个画面好吓人。要不就是吃完药保守治疗。你想大过年的，真的跑了几次医院了，真的能体会到身体好才是真的好，身体才是第一位的。就像我这个肛周囊肿，昨天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，只要一咳嗽一震动，看出来就非常的痛。问了一下医生，大概手术期要1个月。我想着要不先过年，过完年之后再考虑，先吃个消炎药。医生给我开了包包，让我住了院，大概吃到4天左右。如果有效的话那就行，如果没有效果的话，那只能住院了，早点做早点好。已经办理好住院了，下午就能开始肛周脓肿的手术了。但是医生说在之前需要灌个肠，但是我找遍了医院都没有花洒，问了一下护士才知道，灌肠是需要护士来帮忙的。我只要准备好护垫就行了，他们会调理好生理盐水，也会调理好水温，我只要在这等着就行。但其实我想说，我自己也能灌，搞得我有点害羞。不过护士应该见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所以护垫的作用是垫在床上，防止我漏水，是不是？欢迎收看大过年医院病床推滚 vlog。是不是有点，还有点打抖啊？拿在这米吃个，这才出去。挺好的，家人都在是挺好的。上次做手术就一个人，朋友在，是吧？没家是觉得一个人好孤单吧？没有就还好。这样想象了，到时候老了，你说你不结婚，你老了看你怎么办？像你身体要结婚上子，我跟你讲。再说，还再说，老了病多，结婚都是要做到个儿女来照顾。
咱们生孩子不是为了养，现在我老了，不要啥的，我都以后有钱了自己花钱请护工不是一样的吗？很一样的了。做护工的。你晓得不晓得我有时候那个在那边个护工站一斤大你这个酒哦，那个咱一回来的酒还毛子给娃了，整这种俺咕噜咕熊咕，你娃的该给那个再走的你有数，有大不有数。不能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。你必须娃子得到这老给，你看你那么付钱，你付钱都付不到。也付得起。这都是70、80岁的事儿了，你还考虑到那么多？你就是去，好，我老婆生出找这些找大人，晓得吧？你不会上弄上一个都就可以了。我才不想让我自己未来的孩子来照顾，我不想让他这样受罪。最起码就是等你老年痴呆有人帮你付钱，最近一下子帮你付钱，你老年痴呆就走了就走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看我是不能环境啊，你怕哪里不来哦？这个屁出来的。在病床上还是会被催婚的，大家不用担心我。现在是术后第1天晚上，已经能自由的下床活动且没有痛感了，并没有网络上的朋友说的那么的痛。我做的手术是切开引流加挂线，今天打的都是消炎的吊针，还要再打个2、3天，基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换药的话，就是后面垫的是纱布，然后每一次垫完，它下面都是会有一点血水的。厕所也上了。就感觉跟正常上厕所是一样的，但第一次上厕所是全都是血的感觉，很吓人。不过没有痛，坐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吧。大过年的，最后大家也要注意身体，注意肠胃健康，还有不要久坐，保护好自己的后面。不过现在基本上没有复发，个人感觉还比较的健康，可能那手术之后我一直在保持锻炼的原因吧，也比较洁身自好。真的不是你们所谓的说做零做多了才这样子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憨包是1还是0？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说过，我小时候就没有1、0的概念，而且和我的那几任都是不分1、0的，虽然他们也都是1。但我觉得对象之间会互相喜欢，就会为他做0或者做1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。很多人就觉得，我做0了就低人一等。0是什么很羞耻的事情吗？我感觉0真的就跟很多负面的东西挂钩了，0就是很卑微的，0就是很下贱的。为什么要这么觉得呢？还有人评论我的故事是龚琳天花板成长记，我长得真的很像龚琳吗？我无所谓，真的。但是说句真心话，可能之前是偏可爱的类型，男孩子都是有温柔的一面，也有阳刚的一面，可以随意切换，多不错。这可能是你们所谓的0.5。那不是这段时间还多了一个 side 吗？那我觉得我是 side， 而且做完这个手术之后，后面一定要更加注意，不然就会形成肛漏，肛漏会更惨，会漏屎的。所以为了自己的人身健康着想，我以后还是 side 吧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，可以打在评论区，我到时候再出一期问题合集给大家解答。